妻子发现自家200斤的丈夫突然学乖了，他不再仗着自己爷爷的恩情，要求他做好妻子该做的事，也不再为了宣示主权拦着他去照顾竹马，就连他嫌他太胖，一直不和他履行夫妻义务，他也不再强求了，还每天早出晚归，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他以为他又在偷偷作妖，可他不知道的是，我只是重生了。上辈子因为长得太胖，我一直娶不到媳妇，可大院唯一的女干部却主动提出要嫁给我，我以为她也是喜欢我的，顺理成章和她结了婚。可婚后她却从不愿和我亲密，我一直以为她也是嫌我胖，直到后来她拉着竹马的手，冷着脸通知我离婚，我才知道她答应嫁给我只是迫于爷爷的恩情。于是重生回到20年前，当她的母亲又一次嫌我胖，要她和竹马试管生子时，我终于不愿再忍，把筷子扔在桌子上。妈，既然你这么想要他做你女婿，好，那就如你们所愿，成全你们，我可以离婚。这话一出，岳母先是一愣，随即眼里当即一喜。你说真的？我正要点头，可下一秒，女人脸色难看至极，一把将我拽起来。你胡说什么？同时她朝岳母也冷了脸。妈，感情是我们自己的事，就不劳你总是操心了。落下这话，她直接拉着我出了她家，一路走出很远后，她粗着眉头，转过头看向我，眉心隐隐透着几分不耐。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却专注地盯着她，神情严肃至极。我没有胡说，我是认真的。女人一怔，深深凝视我许久，随即道：我既然答应了你，爷爷要我嫁给你，我就会说到做到。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听着这话，我苦笑一声，从来没想过要离婚。她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我清楚记得前世是她决绝向我提出了离婚，没有任何征兆，用通知的态度给我递来了离婚报告。我已经忍够你了，你爷爷的人情我也还够，我们散了吧。前世到死我都不知道他突然提离婚的原因，如今我也不愿意去追究了。我没有再与他多争辩，因为我算了算日子，距离他主动提离婚的日子也快了。到时候我也不会再跟前世那样跟他吵拖着不肯离婚，我会坦然接受那份离婚报告。之后的时间，我忙着减肥，忙着开餐馆赚钱，500块是我在妻子家这些年的所有花费，也是我欠他的人情。等餐馆确定下来赚到500块后，我就可以跟他一刀两断。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天不亮跑完步后就马不停蹄去菜市场采购食材，回到餐馆后就立马洗菜备菜。2个月的时间里，我成功把木槿餐馆在这一片地区打出了名气，而这样忙下来，就连减肥效果都比我平常运动还有效。2个月我足足瘦了50斤，这点还是我穿平常的裤子变得松松垮垮，记不住，拿出来改时才发现的。忙完一天，我迎着夕阳关店回家属院。今天客人异常多，食材都提前消耗完了，我也累得满头大汗，浑身黏腻得很。我只想赶紧去洗个澡，谁料我刚脱下衣物，浴帘骤然被人从外掀开，我惊得拿起毛巾挡着衣服，回头看去，只看见穿着紧身礼衣的女人，四目相对。我慌张想离开，视线却下意识落在她身前，脸上顿时一片燥热，而女人瞳仁骤然一紧，眼里更是闪过惊艳。抱歉，她很快反应过来，耳尖泛红，退了出去。很快我洗完澡出来，满不自在看向院子里的女人，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训练提前结束了。说完，她沉默打量着眼前轮廓小了许多的丈夫，眼神不自觉往我身上瞟。其实现在的我还算是胖的，可比起之前已经瘦了一大圈，我脸上的肥肉少了很多，露出原本的五官来。女人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长得竟然很俊俏。最终她还是没忍住，直接问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被她看得有些尴尬，最近忙餐馆的事，不知不觉就瘦了这么多。2人之间有种莫名的尴尬。我低着头，忙到我洗完了，你快去洗吧。等她进了澡堂，我捧了把凉水洗脸，才将脸上的热意消去。女人今天洗澡的时间明显比平时久了些。等我在房间将今天餐馆的账都算好后，她才从里面走出来，而沉浸在数钱的我并未注意到身后凑近的女人，直到我耳边传来轻柔的笑声。看来你这餐馆开得还不错。我心下一惊，下意识合上了账本。我不自在，摸摸耳朵，点点头，还可以，其实是相当可以。短短2个月，除去本钱和去当铺将吊坠赎回来的钱，还净赚了150块6毛3，还剩409块3毛7，我就可以还清她的人情了。我的眼里亮晶晶的，跟以前很不一样。女人看得眸色微动，嗓音也哑了几分。我们是不是也该要个孩子了？她以为这是我希望听到的，可谁料我听懂她的意思后，神色一僵，确实拒绝了她。不了吧，忙前忙后的，而且你也要训练，以后有了孩子怕是不方便。说着，我甚至拿起账本，直接起身走向外面。我起得比较早，怕打扰你，要不我去隔壁屋子睡吧。一直不愿意被丈夫碰的女干部，第一次有兴致，却落得这个下场。她的脸色有些挂不住，拉住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如果不想和我生也没关系，夫妻分房睡，像什么呀？早上我也起得早，不怕打扰。我抿了唇，到底没再多说什么。之后一段时间，我店里生意越来越好，还找了个帮手，而我和女人之间更是难得相处融洽。我一天天瘦了下来，她对我的态度也比从前更温柔体贴。平时若是得空，还会去餐馆接我，甚至她还会带我去新开的百货大楼买黄金戒指。她说结婚的时候太仓促，现在都流行戴婚戒，我们也试试，说不动摇是假的。这样地她是前世的我梦寐以求的，可我残存的理智还是让我清醒了过来，摇摇头，我不喜欢戴首饰，我不会让自己再像前世那样重蹈覆辙。因为算算时间，还有3天就到9月23日了，那是前世女人毫无预兆向我提出离婚的日子，我绝不要在同一个坑里栽倒2次。9月22日这天傍晚，我收拾着后厨，只等着最后一位顾客吃完就准备关店。可就在这时，那客人吃完起身，走了没2步，竟然晕了过去。我吓得连忙和店员将人送去了最近的医院，好在有惊无险。等到顾客的家属到来，交代清楚后，我和店员分开，正要回家，转身却当即愣在原地。只见前方妻子的竹马竟然不顾男女之别，当众和他半拥着，从妇产科出来。他来妇产科干什么？他竹马怎么也会在这里？鬼使神差，我跟了上去，一路走出到医院外，男人的声音也随风钻进我的耳里。你放心，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会负责的。听到这话，我脑子一片空白，嗡嗡作响。这一刻，我终于将所有事情串联了起来。我忽然反应过来，前世女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向我提出离婚的。前世想不明白的事，在这一刻顿然明白，原来前世她提出离婚是怀了别人的孩子，要急着嫁人。一股郁结自心底升腾而起，我本以为自己做足了准备，可此刻我仍然犹遭雷击，浑身血液都冷了下来。我从没想过，以她的人品会在婚姻期内背叛我，心口重重一沉。我走上前去，直接冷声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2人俱是一惊，男人下意识护住女人，声音很是坚定到极：“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女人眉头一皱，当即拉住他，警惕朝我开口：“你先冷静一下，这
这一举动像针刺在我的心口。果然，他这段时间的温柔体贴都是假象，关键时候他的心永远是偏向别人的。即便我还没有做什么，他已经是防备状态。不等我开口说话，那头护士却追了出来。患者的家属还在吗？检查单漏了。女人沉沉看了我一眼，我等会就回来跟你解释。说完，她转身返回，面前的男人却走到我面前，勾唇一笑：“姐夫，对不住。”我皱起眉头，还没明白对方话里的意思，就见到他突然往后一退，惊呼一声：“姐夫，你为什么要推我？”紧接着，男人整个人竟直直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头上蔓延开来大量鲜血。我呼吸一滞，下一秒，女人震怒的声音在我耳旁炸开：“你疯了吗？”随即，她迅速扶起在血泊中哀嚎的宋怀安，冲向医院。2个小时后，抢救室门打开，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出来，叹了口气，人已经没事了，就是脑子里有淤血，以后要注意观察。与此同时，抢救室内传来宋怀安的声音。我站在走廊里，脸色微变，僵在原地像个石头。我哽着嗓子不断呢喃：“不是我做的。”可陆婉宁全然不听，她眼神冷冽盯着我。江怀瑾，我以为你已经变好了，没想到你还是死性不改。刚刚怀安说要负责的对象不是我，是他酒后意外和人怀的孩子，只是以后会由我们2个来抚养。可你的心竟然能这么狠毒，竟然直接把怀安推下楼梯。简短的3句话，字字像重锤一般砸在我的心头。可更多的是堵闷，是委屈，是冤枉。我攥紧左手，坚定的再次申辩：“我说了，我没推他，只是这话我说再多遍。”陆婉宁的眼里依旧一片漠然。这时，宋怀安就被护士从病房里推了出来，陆婉宁跟了上去，一个眼神都不愿意再分给我，背影是我从未见过的冷漠决然。我被定在原地，心里不停的在想，自己到底从前喜欢这个女人什么。我回了家，在客厅呆坐着，一夜未眠。在这个年代没有摄像头，没人能证明我的清白。直到外边日头大亮，我起身洗了把脸，匆匆出门。不管怎么样，餐馆还是要继续开门的。谁料当天宋母带人来，直接砸了我的店。宋母坐在地上，张口就哀嚎大哭：“这死胖子是个杀人犯啊！他差点把我儿子害死。这种人开的餐馆，你们还敢吃？他一不如意，没准就要拎着菜刀砍人了。”顾客被吓得纷纷跑了，再没有人敢来我店里吃饭。我精心经营的餐馆，一夕之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地方。我给店员发了工资，让他先回去，一个人将店里的残局收拾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陆婉宁正坐在餐桌前等我，她冷然凝视我很久，张口第一句话却是你先前说的离婚。我如你所愿，你拿上结婚证，我们明天上午就去部队打报告。随话递过来的是一张离婚申请，我呼吸一颤，看着上面刺目的几个字，心里已经不再有任何波动。上辈子记忆里的离婚申请，最终还是和现在的重合了。最终，我自嘲一笑，本该如此的，自己重生回来的第一天就做好了离开他的准备。半晌，我平静点头好。陆婉宁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她以为我不会同意。第2天上午，2人如约直接去了部队打报告。不同于前世的艰难，今生我们的离婚证拿得出奇顺利。走出登记所，陆婉宁凝眸看了看我，说：“家属院的房子你可以继续住，我会搬出来。”我捏着那跟前世一模一样的离婚证，却是摇摇头：“不了，我不住了，我已经不是他的家属了，也不该继续住他的家属房。”陆婉宁拧起眉头：“那你还能去哪？”我轻扯嘴角回乡下。说完，我转身迈开步伐，沉重离去。餐馆被宋母折腾得开不下去，我只好关了店。我没想到折腾到最后，我竟然也没落得比前世好的下场。我准备去汽车站买票回乡下，可路过火车站时，我脑海里却突然记起来前段时间邀请我去护士的那位孟启云。护士，与其回到乡下跟前世那样蹉跎一生，倒不如放开手去护士闯一闯，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开始完完全全的新人生。回到家属院，我翻出孟启云的联系方式，仔细收好，再拿出账本清点自己所有的钱。店铺赚的钱堪堪到670块8毛6，所幸够还清陆婉宁了。剩下的70块钱足够我买张去护士的火车票，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我已经比从前瘦了很多，所以只带走了现在能穿的衣服，剩下的我打包好，拿去当废品又卖了10块钱。剩下的东西少得可怜，我用一个行李包就打包好了。提着行李包走出房间，我最后看了眼整个院子。前世我以为这里会是我一辈子的家，离婚后也想继续待着，最后被陆婉宁派人将我连人带行李赶了出去。今生陆婉宁主动说将这个家留给我，我已经不再有半分留恋。我将家属院的钥匙记录3年婚姻明细的账本和用布包好的600块钱压在餐桌上，而后我提着行李包毅然决然踏上了前往护士的火车。我与陆婉宁前世今生从此恩怨两消，再不相欠。与此同时，医院病房，陆婉宁面色凝重，提着水果往宋怀安的病房走去。正要进门，虚掩的房门内传来了宋怀安和他母亲的对话。宋母语气不见悲伤，满是得意。这回婉宁跟那个死胖子离婚离定了吧？宋怀安的声音也带着愉悦，当然也不枉费我故意编出个酒后和别人睡，让他来陪我拿检查单的戏码，然后再污蔑那胖子把我推下楼。婉宁都说了，他跟江怀瑾离婚后就和我结婚，算是弥补。一字一句清晰入耳。陆婉宁眼底满是不可置信，不敢相信撒谎的人居然是自己的竹马。他猛地推开门，满脸怒容，为了骗我，你们竟然拿人命做筹码！怒气自心底油然而生，他迈开脚步想冲进去撕碎他们母子，可此刻放在他胸前口袋的那张离婚证，却如烙铁一般灼烫起他的心口。陆婉宁浑身一颤，眸色发了红，所以真的是他误会了我。很快想起我说我要回乡下，不，他不能让我走。陆婉宁扔下水果，头也不回地离开医院，往家中赶去。然而当他推开门时，屋内安安静静，属于我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桌上摆着我的钥匙、一沓用布包着的钱以及一个账本。陆婉宁颤着手拿起那账本，只见上面记录着3年婚姻以来他给我的所有花销，末尾是我留下的留言：陆婉宁，600块一分不少还给你，以后我们互不相欠了。他跑去餐馆找我，可餐馆被注销了。他以为我回了老家，可连夜回到乡下，却发现我压根就没回去，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陆婉宁找了我很久，却始终了无音讯。1988年，护士云开月明餐厅，陆婉宁这次是来沪交流，结束后，当地战友说什么都要带她来这里，说什么这是护士第一地道的饭店。婉宁，这老板不仅厨艺好，身材长相都跟男明星似的，总之绝不让你失望。拗不过队友，陆婉宁无奈跟着他来到了云开月明餐厅，菜一盘又一盘的被送进包间，队友吃的头都不抬，陆婉宁满不在意下了筷，神色却骤然一怔，他竟然从这些菜里吃出了熟悉的味道，一抹猜测自他心底升起。陆婉宁几乎是迫不及待放下筷子，神色沉沉，我想见见你们老板。服务员出包厢后，队友调侃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哟，婉宁，你这是铁树开花了。陆婉宁却顾不上这些，眼睛一直盯着包厢的门。不多时，包
包间的门便被打开，入眼便是一个身姿挺拔、轮廓分明的男人。陆婉宁猛地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人，一抹震惊从他的眼底升起。这是江怀瑾。见到陆婉宁，我眼里也有些许诧异。我没想到自己时隔多年还能再次见到前妻，不过两人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我也不应该纠结过去。我沉默片刻，走进了包厢。好久不见，陆婉宁。陆婉宁满眼复杂地看着眼前变得帅气许多的男人，他找了我5年了，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我。陆婉宁深吸口气，沉沉开口：好久不见，队友陈志刚。没想到陆婉宁居然还认识云开月明餐厅的老板，顿时爽朗笑出了声。你们认识啊？我说婉宁怎么要把老板找过来，原来是吃出了熟悉的味道啊！哈哈哈哈！我闻言眼中划过一丝恍然，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么多年他还没有忘记我，不免有些好笑。难道得不到的才值得念念不忘吗？经商几年，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冲动，也不会把自己真实情绪暴露出来。我含笑说，看来真是巧了，今天这顿饭我请了，你们好好吃，还想吃什么让服务员添，我先去忙了。陈志刚刚想开口，陆婉宁就深沉出声，下班以后方便聊聊吗？陈志刚眉头一挑，看向陆婉宁，这姑娘不会是暗恋这家店老板吧？先前面就知道婉宁离过婚了，并且自那之后就再也不肯再婚。政委每次找他去联谊，他都推辞不去，甚至直接接任务躲人。没想到原来是在这等着。陈志刚的眼里满，陆婉宁不是看不出来，要换成平时，他肯定就是一肘子过去。可现在眼前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听见这个问题，我心中不禁冷笑，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聊的？但我脸上没有丝毫异常，泰然自若开口，等下我家中有事，不太方便。恰逢这时餐厅的经理过来找我，弓腰捂嘴在我耳边开口，老板58桌有个客人。我听完眉头一皱，匆匆跟陆婉宁和陈志刚开口告别，便离开了包厢。我走后，陈志刚马上就调侃起了陆婉宁，我说你怎么不去参加联谊？原来是心里有人啊，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老板这种男人，也难怪你看不上别人。我这身材和脸，绝对是可以上电视当明星的程度。陆婉宁瞥了他一眼，也没藏着掖着，他是我前夫。陈志刚惊讶的啊了一声，脱口而出，他怎么可能是你前夫？你前夫不是胖胖的吗？陆婉宁眼睛一眯，直勾勾的盯着他，我前夫的事你怎么知道？陈志刚是在我走后1年从别的部队调来他办公室的，按道理来说根本不应该知道我的事。陈志刚瞬间闭上了嘴，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他讪讪一笑，还不是听他们聊天的时候说的。陆婉宁盯着他，继续追问他们是谁，是政委他们。陈志刚见他这个态度，直到今天这事圆不过去了，于是就老实说了，就是前些年我们一起去首都卫生院的时候，听见有护士在说，就知道了。陆婉宁闻言瞬间皱起眉头，护士？那一瞬间陆婉宁脑海里瞬间闪过了许多揣测，是宋怀安又在耍一些小心思吗？还是只是护士间单纯的八卦？陆婉宁沉着脸，严肃地问陈志刚，你好好想一下，那些护士里有没有叫宋怀安的？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他对先前宋怀安对他耍的小心思的事还铭记在心，要不是因为这件事，他也不会误会我，导致两人分开5年之久。回想起这些，陆婉宁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陈志刚见他这么严肃，脸上不由认真了起来，回忆片刻，我记得当时我们2个不是出任务回来，有一群小护士看到你以后就讨论你有没有对象，然后就有个男护士说你离过婚，先前的丈夫是好吃懒做还强娶你，又胖脾气又差还心术不正。后面的话，陈志刚瞥见陆婉宁越来越黑的脸，不敢继续说下去。陆婉宁着实是被这些话给气到了，他胸口起伏了好一会，这才稍微平息了一些，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他很善良，是我主动要嫁给他的，而且那时他只是做事有些冲动，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陈志刚闻言也觉得那个护士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刚刚看见的老板跟那护士嘴里说的那个婉宁的前夫简直就不是一个人，他心里猛地升起一股被欺骗的怒气，愤愤到那个男护士真是黑心肠，简直就是蓄意抹黑人家。陆婉宁睨了他一眼，下次去首都卫生院你给我指认指认，他倒要看看是不是宋怀安又在搞小动作。陈志刚一口答应下来，行，我这记性杠杠的，保准给你认出来人。陆婉宁望着满桌子的菜，没有一丝胃口，然而这些菜却又是我做的。他拿起碗重新动起了筷子，席间还把服务员喊进来问一问我近些年的经历。吃完饭了，他让陈志刚自己先回去，陈志刚给了他一个我懂的眼神，就离开了餐厅。而陆婉宁则守在餐厅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解决完58号餐桌客人的问题，把餐厅的经理喊到办公室培训经验。经理离开办公室后，收银员便敲了敲门，老板，有个女干部一直站在门口，有点挡生意了，要不要去赶一赶？我有些头疼的皱起了眉头，知道了这个人是谁，我挥了挥手，无奈的说了一句不用，便让收银员出去了。此时办公室内只剩我一人，我往后靠在椅子上，指尖在扶手内有一下没一下的点着，我也说不清对陆婉宁是什么感觉。即使两人离婚都过这么久了，但是他一出现，便又能让我原本平静的心湖泛起波澜。想起之前那些事，我就觉得头疼，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不想见他，不想将自己原本平静的生活给打乱。可是陆婉宁一直站在门口等我也不是个事，我了解他，只要他认定一件事，便会一直坚持，所以即使今天等不到自己，他明天也会守在餐厅门口，要怎么把他彻底赶走？我一直手撑着额头，心烦意躁起来，指尖点扶手的声音也急促了许多。忽然，我的视线划过桌上的摩托罗拉手机，眼前一亮，有了！陆婉宁在餐馆门口等了许久，这才看见我出现在门口，她的背挺直了些，迈开腿朝我走去。忽然，陆婉宁脚步一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捏紧了掌心。眼前，我脚步雀跃地朝面前清冷美丽的年轻女人走去，笑脸盈盈地牵住了她的手。我对那个女人亲昵的称呼刺进她的耳朵：“甜甜，你来得好准时呀！等下我们去哪里逛？”而那女人也亲昵地接过我手里提着的袋子，说：“我带你去我在护士新开的商场逛逛吧。”陆婉宁僵在原地，眼睁睁两人有说有笑地走远，嘴里一阵发苦。原来我已经有对象了吗？她已经没有机会了。陆婉宁眼神一阵黯淡，落魄地离开了餐厅。她不知道的是，在她离开之后，餐厅门口的收银员马上收回目光，拨打了台面上的座机。老板，他已经走了。电话那头，我松了一口气，马上松开了挽着女人的手。行，我知道了，你忙去吧。挂断电话后，女人幽怨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你知道你这行为叫什么吗？过河拆桥。”我瞥了她一眼，将摩托罗拉放进口袋里。什么过河拆桥？本来就是喊你过来演出戏。她是孟启云的侄女孟甜甜，前段时间才归国，孟启云原在港市，托我这段时间照顾一下孟甜甜。孟甜甜收起了脸上的表情，挑起了眉头，正经问：“那个女人就是你前妻？”我看也不过如此。我淡淡开口：“行了，这次谢谢你，下次请你吃饭，我有事先走了。”随后我便转身打算离开，孟甜甜却嬉笑
笑着缠住我，脸上带上一丝期待。那我能尝尝你亲手做的饭吗？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好。孟甜甜又问那能现在吗？我脚步一顿，停下来无奈看她。孟甜甜见状，赶忙说那明天，我明天没事，答应了行，明天云开月明见。孟甜甜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她还以为我会邀请她去家里做饭，但是她已经提了要求了，再提的话，把人气跑怎么办？孟甜甜见好就收，冲我挥了挥手，好，那我明天等你，拜拜。两人告别后，我回到了护士的家，在护士打拼了几年，我开了10多家分店，当然也少不了孟启云的帮助。至今我已经积累了不菲的身价，在护士买一套房子绰绰有余。洗漱过后，我躺在沙发上，打开手机查看一下有没有工作上的短信。忽然我眉头一皱，一条短信引入眼帘：江老板，明天能否赏光来光裕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共进晚餐？来自于我的女合作人张老板。我眼中划过一丝无奈，动手敲下了婉拒的回复：抱歉，明天有工作，不方便。自从我瘦下来以后，走到街上经常会被人搭讪，就连一起合作过的那些人，也不时会发来约会邀请，甚至还有电视台的人邀请我出演电影。刚开始我还会不习惯，这些是我胖的时候从未有过的待遇，让我有些唏嘘。面对这些邀约，我只觉得讽刺，好像相貌永远比才华重要。后来就习以为常了。护士招待所，月亮高高挂在天边，透进了窗户，照在了房间的床上，映出一片光影。陆婉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闭上眼睛，脑海里却全是我的脸。自从5年前发现了宋怀安的心机动作之后，他心里的悔意便如同藤蔓一般，紧紧缠绕着他的心。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解释，一意孤行地认为那些事都是我做的。倘若当初他能对我再多点关注，多点关心，是不是就能发现我和宋怀安间的局域？即使5年前他看到家里的信后，马上托人去火车站查有没有我的消息，也在得到消息之后马上赶过去，但是却在发车前的20分钟被赶来的宋怀安拦下。他紧紧抓着他的衣袖解释和道歉：婉宁，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不对，但是事已至此，你为什么不能看看我呢？他急着去赶火车，匆匆将他的手甩到一边，却又被他缠了上来，抓着他的衣服不放。陆婉宁，我哪里比不上那个江怀瑾？等他脱了身，火车却当着他的面开走，我当着他的面远去，不知踪迹。这些年，每当他午夜梦回，都能梦到这一幕。梦醒之后，每望着身旁空荡如也的床，都能失神许久。现在他终于找到我了，可我却早已不在原地。陆婉宁沉默地望着招待所的天花板，脑海里映出了我俊美帅气的模样。也是，以我现在这一副样子，追求者肯定很多，有对象也是理所当然。他再不甘心，也是能如此。陆婉宁闭上眼睛，泛红的鼻尖隐没在黑暗中，无人知晓。次日下午，云开月明餐厅总店后厨很是闷热，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我围上围裙亲自下厨，身旁的孟甜甜在一旁拿着蒲扇给我扇风。哇，会下厨的男人最有魅力了。我闻言眉头就是一皱，即使孟甜甜已经跟在我身边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还是不习惯她那直白的话。据说国外的人大都是如此。我炒着菜，头也没抬，道别油腔滑舌，扇风就好好扇。孟甜甜闭了嘴，扇风扇得更卖力了。菜炒出来后，她更是拒绝了服务员的帮助，亲自端去包厢里。等她再回到后厨，我已经在依着灶台等她了。你还想再吃哪道菜？听说护士的排骨年糕好吃，我想吃那个。行，我转过身，将一旁的食材找出来倒入锅里。孟甜甜看着我的身影，一脸温柔，手里还在扇风。一旁的厨师和服务员在一旁小声嘀咕：你说孟小姐是不是对我们老板有意思啊？这还用说吗？可是老板不是离过婚，这都什么时候了？现在离婚的越来越多了，还有人说离过婚的男人才更会疼人呢，哪里还像以前那样？约莫20分钟后，我将所有菜都炒出来了，来到了包厢。行了，开始吃吧。孟甜甜咧嘴一笑，夹了一块排骨到嘴里，眼睛一亮，早就听我婶说你做饭好吃，我今天可算是尝到了。我也拿起了筷子，夹了一片青菜在碗里。我每周5都会在餐厅里，你只要来就能吃到，那哪能一样？那些菜没灵魂。说着，孟甜甜又夹了几筷子菜到碗里，吃了起来。我沉默片刻，决定将她的话当耳旁风。吃完饭，我将孟甜甜送到街上。江哥，以后再有这种伴你对象的事，记得跟我说啊。我没好气的将菜上车，没有下次了。光是这一次还人情，这姑娘就提那么多要求，我下次哪里还会喊她？我还不等孟甜甜开口，便转头对出租车师傅说：你好师傅，麻烦去首都路的路易酒店。我一关上车门，出租车便一下就启动起来。望着远去的出租车，我松了口气，转身准备离开。然而下一刻，我就对上了一双深邃黑沉的眼眸。陆婉宁低沉的声音马上传进了我的耳朵：所以你找他装你对象，是为了躲我吗？我心脏一缩，瞬间捏了把汗，怎么偏偏被他听到了？真麻烦，陆婉宁又怎么会在这里？我直直对上他的视线，也不拐弯抹角。是又怎样？我们已经离婚了，应该保持距离。我往后退了一步，陆婉宁却一步一步走近我，但我的每一句话都像打在他的心上，让他紧张不已。陆婉宁走到了我面前，近在咫尺，他的嗓音也在我耳边响起：无论怎样，我们都有那么多年的感情，你就这么对我吗？我别开目光，一个字都不想和他废话。陆婉宁看见我这副模样，心里泛起阵阵酸痛。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5年？我叹了口气，沉默半晌，终于开口：你找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陆婉宁哽了哽喉咙，在开口时，声音已然带上一丝沙哑。5年前的事情，我很抱歉。我倏然抬眸看他，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你为什么突然道歉？是突然良心发现，还是终于看清了某个人的真面目？对我心存愧疚。我知道他只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会因为愧疚找我这么久，也不奇怪。只是这样一想，我却不怎么满意。我想要听的从来不是这个，伤害已经造成，道歉于事无补。陆婉宁平静开口：因为我误会了你。我睫毛一颤，心里自嘲一笑，我还想听到什么答案呢？他找我不就是因为愧疚吗？再次抬眼，我眼中已经恢复了平静。我淡淡道：你的道歉我接受了，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有什么？我要复婚。我心头一颤，努力平静开口：为什么？你嫁给我只是因为我爷爷，我现在也已经不爱你了，你也没必要再跟我说这些。陆婉宁捏紧拳头，克制地看着我脸，可是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我指尖一颤，反问：所以你爱我吗？陆婉宁缓缓吐出了一个是。我的平静再也维持不下去。爱我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误会我，训斥我，为了别人跟我离婚。我低眸看他：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你想想你自己做的那些事，那是你爱我的表现吗？多么可笑！这声质问问得陆婉宁哑口无言，她沉默地看着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她知道在这段婚姻里我受了很多委屈，可她也是第一次结婚，不知道应该怎么和我相处。母亲和父亲也是如此，所以她也就延续了这种相处方式，还是政委跟她语重心长的传授方法。她才意识到沟通和换位思考的重要。她也是在离婚以后才意识到两人之间根本就没有沟通这码事。之前她一直都是
是从自己角度看看我，根本就没想过我的感受，是他错了。可是这些话他又怎么说出口？我盯着他同样红了的眼眶，半晌后才有了动作。我转过身，望着车来车往的马路，默默开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计较了。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不希望再有一个人来打破我生活的平静。你早点回首都吧。陆婉宁闻言，眼泪瞬间顺着脸颊流下，落到了深绿色的军大衣上。陆婉宁沙哑至极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呢？我闻言只觉得讽刺。陆婉宁，你还真以为我是你可以随意呼来喝去的男人吗？我也有自己的自尊。我说了不爱了就是不爱，说我们没可能就不会再有可能。我不再留恋，朝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走去。我的声音随着呼啸的风传进了陆婉宁的耳朵。不愿意也没办法。陆婉宁定定地看着我消失在人海的身影，眼眶含泪，神情悲痛。可让他再朝我靠近一步，他却什么勇气都没有了。他在人群中矗立许久，久到夕阳逐渐落下，这才失魂落魄地离开。陆婉宁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后，我的生活又步入了正轨，每天按部就班地看着属下送来的账，抽空去分店巡视，周五再到总店下厨来招客，生活简单而充实。几天后，首都卫生院，陈志刚领着陆婉宁在医院走廊上找人，忽然他脚步一顿，伸手指着对耳背老人一脸不耐的男人，对陆婉宁说：就是他在背后说你前夫的坏话。陆婉宁看见那道熟悉的身影，眼眸沉了下来，他就知道我不会无缘无故被人诋毁，看来果然是老熟人。陆婉宁深吸口气，拍了拍陈志刚的肩：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陈志刚本来还想开口留下，一看他的脸色，马上识趣的走了。开玩笑，婉宁从护士回来以后脸色就没好看过，现在更是沉的可怕。要是他再不识趣，这把火烧到了他头上来了怎么办？还是赶紧走人吧。此时，陆婉宁黑沉着脸走向宋怀安，打断了他对老人的恶劣话语：你现在有空吗？我们谈一谈。宋怀安一脸惊喜的看着陆婉宁，随手拉了一个路过的年轻护士，吩咐这个爷爷想要找一下病人，你领他过去吧。小护士看着宋怀安跟一个女人离去的身影，翻了个白眼，一看见女人，脸色就变得那么快，还把差事甩到别人头上。他早就听说了这个宋护士风评不好，风言风语他也听了不少，原先他还不信，现在他是信了。医院外，宋怀安一脸期待的看着眼前的陆婉宁，他本来以为5年前那件事之后，他再也不会理他了，毕竟他当时赶不上我那趟车后，直接出火车站，拉着他划清了界限。他到现在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让他差点以为他的巴掌差点要落到他脸上。幸好他只是对他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我不想看再见你。他虽然一直记着，但是他觉得陆婉宁不会一直这么绝情，毕竟他不是喜欢他吗？他就不信他能一直不找他。然而一连5年，陆婉宁都没有再找他，而他也畏惧他先前的警告，没有出现在他面前。虽然现在他跟他朋友刘小丽结了婚，但是刘小丽对他不好，他也不想再继续跟他在一起了。只要陆婉宁心里有他，他还愿意回头。宋怀安忐忑地站在陆婉宁面前，小声开口：你要跟我说什么？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直针对江怀瑾？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吗？宋怀安猛地抬头看他，白了脸色：你来找我是为了江怀瑾？宋怀安紧紧盯着陆婉宁冷漠的脸，满脸的不可置信。陆婉宁冷冷的视线盯着他，没说话，只是态度显而易见，眼里没有丝毫没有对他的感情。宋怀安咬着唇，在他的注视下，终于张了口：我不明白，明明当初你喜欢的是我，为什么你还要嫁给江怀瑾？陆婉宁却皱起了眉头，说的话丝毫不留情面：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喜欢的人一直是江怀瑾。宋怀安倏然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提高了声音：我不信，你要是不喜欢我，那为什么10年前我差点掉下悬崖的时候，你会不顾生命危险扑上来救我？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照顾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所有人都觉得陆婉宁喜欢他，就连他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但是陆婉宁却告诉他，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他。这换成是谁都不信。陆婉宁闻言也想起了10年前的那件事，那时他16岁，跟一圈的朋友一起去部队旁边的长青山爬山，谁料爬到山顶后，他身边的宋怀安却脚滑摔到了，差点摔倒了悬崖下面。他从小就跟着家里的长辈训练过，因此反应最快，抓住了他，他自己却差点摔下去，甚至还因此手骨错位。自那之后，一圈兄弟都以为他喜欢宋怀安，他本以为宋怀安是个拎得清的，不会误会，所以就一直没有解释，没想到他居然误会得如此之深。陆婉宁眼中划过一丝悔意，倘若自己早点解释清楚，不给他任何一丝幻想，那他和我之间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忽然，陆婉宁神情一顿，脑海里瞬间回想起当初的一件事。当初她带着我跟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姐妹几个一起聚会，在我出去上了一趟厕所时，几个姐妹就开始说起她跟宋怀安的事。她当时正想反驳，刚好我就回了包间，她也就没有继续说。她不想在我面前提起这些事，况且她根本就不喜欢宋怀安。现在想来，我当时是不是听到了她姐妹说的那些话了？好像也是从那次聚会之后，我的行为就变得冲动了很多，甚至做了许多她不理解的事。也是那次误会，让他们渐行渐远，直到后来分崩离析，两人走到这个地步，她的责任很大。陆婉宁心中满是自嘲，再次抬眼看向面前的宋怀安时，她眼中有恢复了冷酷。那次无论是谁，我都会不顾生命危险去救，而且这么多年，无论兄弟姐妹我都有照顾，又何止是你一个？当初我要是知道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误会，我又怎么会这样对你？宋怀安瞬间红了眼眶，抓紧身上洁白的护士服，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女人。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以为她是喜欢他的，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地做了这么事。可是现在他却告诉他，他只是把他当成兄弟，这让他如何接受的了？他喃喃道：我不信，就算你告诉刚子、文昌、冰子他们也不可能相信。陆婉宁深吸口气，语气沉沉开口：我不管你或他们信不信，只要以后你做了任何对江怀瑾不利的事情，我都不会让你在首都医院下去。宋怀安见他转身准备离开，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固执地看着他。那江怀瑾呢？他那么胖，行事还莽撞，你到底喜欢他什么？陆婉宁甩开了他的手，转过身，黑沉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无论他是什么样子，我都爱他，何况他外貌再什么样，都轮不到你在这评价。说完，陆婉宁转身大步离去。宋怀安再也忍不住了，蹲下来捂住眼睛痛哭。凭什么我那样的都能遇到一个有能力又好看还这么爱我的女人，而自己呢？妻子没用还爱喜欢骂他，家里所有的责任都落到他的身上，到底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宋怀安在医院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首都17区办公室，此时午休还没有结束，办公室内传来了阵阵讨论声。你们说婉宁这几天是怎么了？脸拉的那叫一个长。我知道，肯定是被她前夫伤到心了。此话一出，陈志刚就后悔的想扇自己的嘴巴，自己这嘴快的毛病怎么就是改不了呢？此时办公室传出了阵阵惊呼，众人纷纷围住陈志刚。陈志刚一看这架势，就暗道不妙，果然他们七嘴八舌的开口：小陈，
晨，你知道了什么？快说快说！就是咱们都这么熟了，就别着噎着了。在一片催促中，陈志刚实在抵不过他们，只能简洁的说了一点：我们这次去护士办事，就遇见了婉宁的前夫，回来以后婉宁就成这样了。我估摸着应该是被伤着心了。有的干部脸上露出不解：婉宁的前夫不是江怀瑾吗？他那么胖，婉宁还惦记他什么？陈志刚闻言马上反驳了他：现在人家瘦下来，好看多了，都可以上电视当男明星了。办公室内有事一阵惊呼：江怀瑾变化有这么大吗？你说的我都想看看他现在长啥样了。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江怀瑾我也见过，就算再瘦，还能好看到哪里去？就是刚子啊，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陈志刚听着一片质疑的声音，气得直翻白眼。这群固执的家伙，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位。你们爱信不信？他的话音刚落下，陆婉宁就推门进来了。什么爱信不信？望着办公室聚在一起的人，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陈志刚见正主来了，打了个激灵，瞬间恢复冷静，哈哈，没事，就聊一聊以前经历的怪事。其他干部也掩饰性的附和了几句，便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工作。陆婉宁眼睛一眯，在办公室内环视了一圈，这个表现不对劲。他们聊的十有八九跟自己有关，只是什么事呢？他的视线落到了陈志刚身上，脑海里闪过了一些猜测。半晌，他走到陈志刚的位置上，伸手敲了敲他的桌子。你们在聊江怀瑾的事？陈志刚透要的像拨浪鼓，没有。然而他这个表现几乎落实了陆婉宁的猜测，何况他知道陈志刚的嘴靠不住。陆婉宁冷睨了陈志刚一眼，回到了办公位。陈志刚看着他的身影，眼中又是忐忑又是纠结。婉宁到底知不知道呢？他这张破嘴真是气死他了。陈志刚气得拍了两下嘴。1个星期后，到港市出差的孟启云终于回来了，我松了口气，连忙把孟甜甜打包送过去。这下是真的轻松了。在忙碌之余，我会不时想起那天和陆婉宁在路边遇见的场景，但是很快又会被我抛之于脑后。这天，孟启云喊我去他开的茶馆，我一走进茶馆，就有服务员跟我打招呼：江先生，老板已经在包间等你了。我微笑朝他点了点头，走进了熟悉的包厢。在我在护士开了第一家云开月明餐厅的时候，这个茶馆也开了起来。每次我和孟启云商量公事都是在这里。我走进包间，孟启云就含笑问我：怀瑾，甜甜这段时间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我摇摇头，坐到了他对面的木椅上。没有，反而他帮了我许多忙。孟启云哈哈笑了几声，他帮的别是倒忙吧？我闻言也是莞尔一笑，哪里有这么说自己侄女的？两人又聊了一会，这才进入了正题。我去港市的时候，发现港市的娱乐圈大有可为，你要不要来？我闻言眉头皱了起来。娱乐圈？可是港市的娱乐圈不都被本地势力霸占着吗？强龙敌不过地头蛇，这要是掺进去，可就危险了。跟着孟启云一起做生意的这些年，我也耳濡目染的知道了许多事。孟启云闻言也是叹了口气，我也知道，可是利益悠悠动人心呐。我沉默片刻，疑惑开口：什么让你这么心动？孟启云伸手比了个舞，我一惊，茶杯里的水都溢出了血。要是港市的娱乐圈能掺一份，那孟启云的身家起码可以提高5倍之多。也难怪孟启云明知这么危险还想掺和进去，只是他为什么找上我呢？我这么想，也这么问了。孟启云也没有遮着藏着，直接表明了目的。我看上了你前妻的势力，有他们保驾护航，我才敢在港市大展手脚。等事成之后，我6，你和他各占2成。我瞬间沉默下来，即使我在为这利益心动，此时也不得不刹住车，让我再跟陆婉宁联系，是万万不可能的。更何况陆婉宁向来正直，利用职务之便来谋利这种事，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可能答应的。半晌，我才开了口，眼中也带上了一抹歉意：抱歉，我和他已经形同陌路，他这边的路我走不通。隔着茶上源源升起的水雾，孟启云定定地看着我，我捏着手上的茶杯，镇定地回看了过去。好一会，孟启云才摇摇一叹：既然你不帮我，那我找别人去吧。我也松了口气，拿包起了身，这次实在抱歉，以后再有什么事我一定帮。临走时，孟启云望着我的背影，忽然出了声：我现在倒是有些好奇了，你前妻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你离婚5年还这么别扭，甚至放弃这么高的利益？我拉开包厢门的动作一顿，苦笑一声，他就是一个不爱我的好人，好到让从前的我遍体鳞伤。踏出茶馆时，外边的天空已经出现了晚霞，映红了一片云。我沉默地走到茶馆旁的公园，坐在湖边看着晚霞。这些年，我的追求者如过江之锦鲤，我也应邀跟一些优秀的追求者共进晚餐，可是这些人都无一例外能走进我的心，可是要让我将就跟他们结婚，我也做不到。婚姻我已经不相信了。我望着平静的湖面，眼中闪过一丝迷茫，难道我会就这样孤零零的一辈子吗？可是我一直渴望的就是一个温暖的家。我又在湖边坐了许久，这才起身回了家。第2天，我起床后去楼下将报纸取了上来，然而还没等我喝一口粥，便停下了动作。只见报纸右下角的标题写着寻人启事，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寻人启事寻找儿子江怀瑾。我没了吃早饭的心情，将粥放到餐桌上，仔细浏览这篇寻人启事。短短100字的寻人启事，却让我的眼神沉了下来。是我800年没影的亲生父母江德富和赵翠兰登的报纸。我蹙眉思索，估摸着这寻人启事上的内容是其他人润色的，就凭他们写不出这么感人肺腑的内容，凭我对他们的了解，估计是又盯上我身上的什么东西。当初爷爷去世以后不久，我就和陆婉宁结了婚，谁知道结婚的第2天，江德富和赵翠兰双双找上了门。即使两人彼此厌恶至极，各自有了家庭，但是为了利益又重新聚在一起。当时我开门看见他们，对他们还抱有着一丝期待，心想他们是不是来看我过得好不好。然而江德富开口的第1句话就是你结了婚，怎么都不通知我和你娘。在看到陆婉宁一身军装的时候，又说了第2句话，你就是老头子看上的女人，我和他娘都没同意，你这个媳妇我不认，除非从你的嫁妆里抽出500给我们。当时我听到这句话以后，心瞬间沉入谷底。陆婉宁能嫁给我，已经是在雪中送炭了。我感激陆婉宁都来不及，他们居然丝毫不顾及我在陆家的处境，失口大开，用这个事情要挟他。当着陆婉宁的面，我只感觉难堪至极。那时我只想指着他们的鼻子狠狠骂一顿，再把门关上。然而陆婉宁却对2人说，钱我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要找江怀瑾，这个钱就算买断了他和你们的关系。下一秒，江德富和赵翠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好，以后江怀瑾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把他打死，我们也绝不会找上门。此话一出，我只感觉自己的心泡在了冰水里，心寒至极。也是在那一刻，我将自己对他们的那一丝念想在心里彻底抹除。现在我这对亲生父母又要干什么？我将报纸放到餐桌上，满腹思绪地端起白粥，我一边思索一边用勺子搅动着粥，寻思片刻还是无果。我垂眸喝了一口粥，既然如此，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了。但是现在的我也不是之前那个任人宰割的江怀瑾了。
既然敢找上来，别怪我让他们摔跟头。护士这边一片风平浪静，而远在首都的陆婉宁却头疼了起来。妈，你这是干什么？我说了我不去相亲。陆母闻言脸色一摆，将手里多张男人的照片放下。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江怀瑾？陆婉宁一声不吭，背过身去。陆母见状，心里猛地升起一股怒火。他江怀瑾有什么好的？你们都离婚5年了，你还要为他一辈子不结婚不成？陆母见陆婉宁还在沉默，语气不由软了下来。我是听说江怀瑾瘦了，变帅哥了，也成了老板。但是你自己好好想想以前他那性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们要是继续在一起，指不定还要添多少麻烦。你看看江怀瑾的那对父母，简直贪婪成性。以后你们要是复婚，他们指不定又缠上来。你自己好好想想是不是这样？陆婉宁眼神沉沉，背着陆母的脸上满是坚定。她不愿再跟其他人相处了，就算这辈子自己一个人过，她也无怨无悔。陆母丝毫不知她的想法，继续劝她：妈给你挑的这些都是你爸战友的儿子，个个出类拔萃，长得也帅，父母也是好相处的，以后结婚事也少。妈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指望你能早点让我抱上孙子。陆母的絮絮叨叨被陆婉宁打断了。我这辈子只想要江怀瑾。说完这句话，陆婉宁就大步的离开了家。陆母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气得一个劲的跺脚：陆婉宁，你给我回来！然而陆婉宁闻言，脚步加快了几分，转眼就消失在陆母眼前。陆母瘫坐在椅子上，眼角气出了泪花，一个劲的捶着胸口。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生了这么个倔女儿来，真是要气死我！首都17区办公室，陆婉宁一走进办公室，就有人跟她搭话：你今天不是休息，怎么跑来办公室了？陆婉宁坐到办公位上，随便找了个借口，有些事情没处理完。那人闻言也没有继续说话，又埋下头浏览起了文件。办公室也恢复了安静。陆婉宁肩膀微微一松，拿起来办公用的笔处理起了公务。终于安静了，也不知道我此时在干什么。周五，我来到云开月明餐厅总店，然而一到餐厅门口，便看见了2个皮肤蜡黄的中年人站在那里。他们望着餐厅的眼神满是渴望，脸上也充满了贪婪。正是我的亲生父母江德富和赵翠兰。即使多年未见，我依旧没有忘记他们的模样。然而我认出他们，他们却没有认出我。一见到我准备进店，赵翠兰就上手抓住了我的手：小伙子，你是这个店的店员吗？我意识到他们没有认出自己后，眼中闪过一丝自嘲。马上，我佯装疑惑地看着他们：我是，你们有什么事吗？江德富和赵翠兰对视一眼，眼中一喜。他们在这站了好久，都没看见我这个儿子。赵翠兰本来想直接进店里问，但是又被江德富拉住了。我们现在穿的这个样，别人说不定会把我们当成叫花子赶出来。等下看看有没有店员进去豁出来，拉着他们问一问有没有江怀瑾这号人。赵翠兰觉得有道理，这才拉了一个穿着朴素的小伙子。没想到果然是在这打工的。赵翠兰急切开口：江怀瑾是你们的老板吗？我挑了一下眉头，瞬间明白这2人想找我什么事。原来知道我现在事业有成，盯上了我的钱，想来分一杯羹。我眼神渐冷，在开口时还是一副好说话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我们老板叫什么，你们等一下，我进去问一问。我还不打算现在暴露身份，现在要是泄露了身份，还不知道被他们纠缠成什么样。而且江德富是我老子，万一等下他情绪激动起来要动手，他再死皮赖脸的报警找事也没办法。保险起见，还是先把他们赶走。至于之后的事，等以后再说。我了解他们贪婪成性，不达到目的不会善罢甘休。等我想到一劳永逸的方法再来对付他们。今天先把他们赶走再说。听到我这么说，赵翠兰连忙应下来：哎，好，那就麻烦你了，小伙子。在江德富和赵翠兰期待的目光中，我进了店。我一进店就喊了几个人高马大的服务员过来：你们几个把外面的那2个人赶出去，说他们挡了客人。几个男服务员得了命令，转身就朝门口走去。听到门外传来了江德富和赵翠兰惊呼和咒骂的声音，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很快，结果服务员就走了进来：老板，我们已经把他们赶走了。我颔首叮嘱店内所有的员工，以后他们要是还在店门口徘徊，直接赶走。员工得了命令都应下了，我便让他们去忙了。我想了想，拿起餐厅内的座机给其他分店打电话，一一嘱咐他们。打完电话，我便去了后厨掌勺。忙碌的时间很快，餐厅很快就到了歇业的点。我也跟员工们打了声招呼回家了。我离开后，服务员将餐厅内的卫生搞好以后，便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离开餐厅。回家路上，负责后厨卫生的孙怡跟端盘女服务员小杨嘀咕我今天奇怪举动。你说那个男人今天为什么要把那2个人赶走？平时他不是一向好心会接济叫花子吗？小杨不想搭理孙怡，孙怡是女人，老是看不起男人，觉得男人没同理心，只知道耍手段，就连老板也不敬重。上次自己还听见孙怡说什么，也就是他运气好，才得了孟老板青睐，指不定还用什么烟杂手段之类的话。他可不这样想，老板能把店子开了这么大，是他们的榜样，但是他也懒得跟孙怡说这么多。小杨敷衍了几句老板的事情，我咋知道？孙怡却自顾自的说话：你说那2个人是不是他的爸妈？看他不守孝道，上来找他麻烦。小杨暗暗翻了个白眼，懒得再跟孙怡说些什么。孙怡这种人，说了他也听不进去，自己才懒得费那个口水呢。小杨一直忍到跟孙怡分道扬镳，这才感觉松了一口气。他嘀咕到：真是倒了霉才跟他住一个地方。护士招待所，江德富和赵翠兰在一个房间里吵架。你看你出的馊主意！一听到别人说江怀瑾成了大老板，就跑过来了。现在好了，人也找不到，还搭上了这么钱。江德富被赵翠兰骂得也窝火，我怎么知道护士这么大？你自己贪图钱跟我跑过来，现在人没找到又怪我，你个臭婆娘，信不信我打你？江德富越说越来气，伸手就要往赵翠兰身上招呼。赵翠兰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连忙满屋子乱窜躲他。他怎么就忘了江德富性格差得要死，还会打人？2人一追一赶，整个房间弄得砰砰响。没过一会就有人不耐烦的来敲门：你们里面是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们，再吵我就把你们赶出去了。江德富和赵翠兰瞬间停下了动作，僵在原地等外面的人离开。外头的人走后，2人也冷静下来。赵翠兰哭丧着脸：你说这可咋整啊？白去了那么多钱，等下回去坐火车又是一笔，我家的小宝上学还等着要学费呢。江德富此时也心烦意乱，坐在床边抹了一把脸：我就不信找不到人，等下我们再去问问，总不能白来一趟。房间内没了声音。江德富和赵翠兰今天目的没达到，还招人撵，各自都摆着脸不讲话。一夜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第2天晚上，跑了一天的江德富和赵翠兰拿着纸条再次来到云开月明餐厅总店。那人说自己没搞错，这个餐厅的老板就叫江怀瑾，还是个男的。我看看那白眼狼就是这个江怀瑾，今天我们一定要等到人。江德富恨恨地说，随即又看了一眼餐厅，眼中的贪婪毫不掩饰。赵翠兰半信半疑，眼前的餐厅一看就很高级，我有这能耐，他怎么就不信呢？2人躲在一旁，等了约莫几个小时，才看见餐厅关灯，里面的人都走了出来。2人就是没看见
想看的人。赵翠兰脸上满是失望，我看怀瑾那小子根本就不是这的老板，我们找错了。江德富不信邪，逮着一个女人就问你们这的老板是不是一个男的，叫江怀瑾。孙姨一见着这两人，眼珠子一转，是你们两个是谁？赵翠兰抢先开口，姐，我们是来找儿子的。有人说这家餐厅的老板就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你知道你们老板多大吗？孙姨闻言眉头一皱，上下扫了一眼江德富和赵翠兰的衣服，看起来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子。要是这两人真是我父母，那岂不就说明我家里没钱？没钱还能开这么大的餐厅？根本就不可能，除非就是靠孟老板。而且我和孟老板非亲非故，他凭什么帮我开店？就凭那一手厨艺，那能值几个钱？肯定是我跟孟老板有不正当关系。江德富和赵翠兰不知道孙姨脑海中的弯弯绕绕，见他半天没说话，不由催促一声，姐，你知道吗？孙姨回过神来，迫不及待地开口，我们老板江怀瑾28岁，对得上不？江德富和赵翠兰对视一眼，都眼前一亮，身份名字年纪都对得上，那里还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这个江怀瑾肯定是他们的儿子。孙姨见他们的表情如此，心里也是得意的紧，看来这两个穷鬼肯定是我的父母。他就说我能成什么大事，肯定是靠女人才开的这么大的店。江德富直接抓住了孙姨胳膊，焦急问那个江怀瑾长什么样。孙姨眉头一皱，扯出了手，别动手动脚的，这两人邋里邋遢的，谁知道身上有没有带毒？再说他这衣服是前几天儿子给买的，据说是最新款的，要是被他们弄脏了可得不偿失。江德富忍着脾气，好声好气道，麻烦姐跟我说说，这个钱就当是感谢你。说着他往孙姨手里塞了2块钱。赵翠兰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但是在江德富注视下还是什么都没说。孙姨拿了钱，顿时喜笑颜开，语气好了许多。你说江怀瑾长什么样啊？我们店皮肤最白最帅的那个就是他，脸小眼睛大，对了他眼角还有一颗痣，而且只有每周5会来，其他时候都在家里。他家在哪你们问我也不知道。孙姨因为这2块钱又絮絮叨叨了许多。赵翠兰越听越感觉不对劲，咋回事？江怀瑾那么肥，怎么可能跟这大姐说的一样？说不定是他瘦下来了呢。而且大姐说这江怀瑾眼角有痣，那白眼狼眼角不是也有？听到江德富这么说，赵翠兰想了想，觉得也是，要不是这样，他们怎么可能认不出来呢？忽然赵翠兰哎呦了一声，拉住了江德富。江德富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你干什么？你还记得我昨天在餐厅门口拉住的那小伙子不？像不像这大姐说的江怀瑾？江德富反应过来，脸色一黑，咬牙切齿道，我们被那白眼狼耍了。孙姨闻言，眼珠子又是一转，忽然开口，难怪我昨天听江怀瑾喊店里的男人出去赶人了，原来是不想认你们了。江德富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些，就连赵翠兰也黑了脸。这个白眼狼翅膀硬了，想把我们抛下是吧？他休想，我生了他，他就一辈子是我的儿子，赚的钱也都是我的。江德富冷睨了他一眼，到底还是没有说一些什么。孙姨听见这些话，脸上仿佛要笑出一朵花来。等看够了我的笑话，他便提出了告辞。行了，我还要回家给我孙子煮饭，你们记得周5来找江怀瑾。还不等孙姨转身，赵翠兰就拉住了他，姐等等，我们身上没钱，在护士也没啥地方住，留不到下周5，你家有位置没？能不能收留我们？孙姨脸色一变，阴晴不定起来。这两穷鬼确实也不像个有钱的样子，要是真让他们回去了，他怎么看我的乐子？又怎么样说服别人，让他们知道我的真面目？可是要真让这两人住他家，一想到家里就10几平米，孙姨的眉头直皱。江德富见他没有直接拒绝，眼珠子就咕噜动起来。大姐，要不这样，你明天找个理由让江怀瑾来店里，再让我们混进去，这样我们认了儿子，就不用找地方住了，以后直接住在我儿子家里。孙姨闻言，眼睛一亮，可是眉头很快又皱了起来。他只是一个搞卫生的，哪里有办法让他们混进餐厅哦？我最多只能帮你们把江怀瑾喊到店里来，你们自己想办法混进店里。江德富一口应下了，那就麻烦姐了。两人目的达到了，就没有继续拉着孙姨转身离开了。孙姨一边朝家走，一边想着明天要找什么理由才能把我喊到店里。此时的江德富和赵翠兰一路拌嘴回到了招待所。你刚刚给那婆娘的钱可别找我要。江德富不耐蹙眉，路痴到头发长见识短，要不是有了那2块钱，那人能帮我们骗江怀瑾过来吗？赵翠兰却不以为意，到时候我们缠着他不就好了？再说了，我刚刚是看出来了，那婆娘估计跟江怀瑾也有仇，不然她见着我们这样的穷亲戚，干什么这么急就跟我们说江怀瑾的事？还不是我那2块的功劳。行了，不跟你掰扯了，我们明天就这样。第2天，我照常吃过早饭，随后来到书房开始处理店长送过来的账。临近中午时，我手边的摩托罗拉手机响了起来，我放下账本，看到手机里电话，眉头就是一皱。店里平时没事不会打电话，现在是出了什么事吗？电话一接起来，店长焦急的声音便传出来，老板，厨房着火了，现在还在救火。我一惊，马上起身朝外面走。好，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过来。火势怎么样？还在烧，烧了半个厨房。挂断电话后，不出20分钟，我便赶到了餐厅。店主辛苦来了。店长马上来到我的身边，老板，客人我都退钱让他们离开了。我点点头，望着还在冒着黑烟的厨房，脸色是说不出的沉重。有没有人受伤？搞清楚起火的原因了没有？店长马上回答，刘厨的手被烫伤了，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听见有人受伤，我的脸色更是难看。送去医院了吗？孙姨已经把人送去了。有过了约莫有10来分钟，后厨的大火总算是被熄灭了。我走进后厨环视了一圈，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被烧毁后留下的漆黑印记，厨房起码3/5的地方被毁了。我高价购买的冰箱也毁在了这场大火中。我在心里估算了一下损失，起码得去4、5千元，还算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此时餐厅内到处是难闻的气味，我把员工都喊到餐厅外面集合。这场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面前的员工面面相觑，都是一头雾水，他们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我刚刚一直在外面端盘子，就听到有人说起火了，我也一直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脸望向后厨的员工，示意他们说一下，老板，我刚刚被小何喊出去了，不知道，我刚刚拉肚子去了厕所，也不知道。我听了一圈都没得到答案，不由拧起了眉头。忽然我注意到了人群里面漏油浴的小杨，心里一动，我挥了挥手，行了，我知道了，你们把餐厅打扫一下吧。店长算一下需要重新采购的东西。所有人正要离开，忽然不知从哪冲出来2个人，他们直接抓住了我的胳膊开始哭诉，我的儿子哟，我可算找到你了，你说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这一走还走这么久，你知道我和你娘有多想你吗？是啊，怀瑾，你下次可别任性闹离家出走了，害得我和你爹担心死了，每天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生怕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江德富和赵翠兰在这装模作样，哭得好不凄惨。既然这么担心我，当初又为什么把我给爷爷？爷爷走了以后，我上门去找你们，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肯留下我？江德富和赵翠兰表演的动作一致，很快就反应了过来。怀瑾啊，
你要体谅我们的难处，我和你娘也是没办法，我们都有家要养啊。我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他们。当初我结婚的时候，陆婉宁不是给你们钱买断了我们的关系吗？你们可别忘了，当时你们说给了钱以后，就算我被他打死，你们也不会找上门。江德富和赵翠兰脸一下子就变了，下一秒，赵翠兰坐到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怀瑾啊，当时你弟生病，我缺钱救命，娘真的是没办法，你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我怎么舍得？我冷笑一声，看着惺惺作态的两人，忽然有什么东西闪过脑海，我突然出声餐厅被烧跟你们有关。江德富和赵翠兰脸上不约而同闪过了一丝不自然，但又很快就被他们掩饰过去。赵翠兰又哭了出来，怀瑾，你这讲的是什么话？做爹娘的哪里会不希望子女过得好？你这话说的娘心里难受啊！我无动于衷，把身旁最近的员工喊了过来，你去警察局把警察同志喊过来。员工离开后，我冷冷望向他们，有什么事就跟警察同志说去吧。江德富捏紧拳头，对我怒目以视。江怀瑾，我可是你亲爹！我双手环胸看着他，我只有爷爷，没有爹娘。三人僵持不下，周围看热闹的人也把这热闹给看明白了。大部分人为赵翠兰和江德富讲话，江老板，这毕竟是亲父母，家里人哪里有隔夜仇，你就原谅他们吧。是啊，没有养恩也有生恩，做人还是要孝顺一点。还有少部分的人为我说话，话说的轻巧，等你被人扔了，看你恨不恨他们。就是哪里有这样当父母的？我对于周围人的闲言碎语都没有放在心上。当初我跟陆婉宁还没离婚的时候，就已经听够了，现在早就学会忽略那些不好的话。10分钟后，警车很快就出现在了餐厅门口，一个相熟的警察正好走到我身边，江老板，昨天我还在你们餐厅吃饭，怎么今天就成这个样子了？我脸上露出几分苦笑。实不相瞒，郑警官，我也是听到手下打电话才知道的。笼统估计餐厅损失了5000元，劳烦您帮我调查一下，是不是有人故意使坏？郑浩听到这个数额也吓了一跳，他一个月的工资就60-70，工作到现在也才攒了上千块。云开悦民餐厅一下子就损失了这么多，也算是个大案了。郑浩的态度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你放心，我肯定会查出个水落石出。随即他挥了挥手，示意属下进去调查。赵翠兰见我跟警察攀谈起来，心里不禁打了退堂鼓。她悄悄拉了拉江德富的衣角，小声说：“这可怎么办哟？这经常不会查到什么吧？”江德富捏紧拳头，小声镇定道：“不会的，这放火的是那女人，管我们什么事？”赵翠兰放心了些，但是心里仍旧有些不安。可她也是因为帮我们，要是被查出来了，江德富被他说的心烦意乱，不耐打断：“行了，别瞎想，查到了再说。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赖上江怀瑾。”说到这，他咒骂了一声：“这白眼狼，出去这么些年真是胆子大了，居然敢怎么对我们，真是无法无天。”另一边，警察一个一个盘问餐厅内的员工，当盘问到小杨时，很快便有了线索。小杨从小到大都没有跟金常正面接触过，此时一看见警察腰上别的枪就战战兢兢，把自己看见的都说了出来。我当时就看见孙怡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后厨，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我就端着菜出去了。没几分钟就看见他从后厨出来，然后刘厨进厨房就大喊着火了，还没跑出来就被厨具砸伤了，送去医院了。郑浩拧着眉头走了过来，问他那孙怡和刘厨都在这吗？店长如实回复孙怡送刘厨去医院了。郑浩当即就喊人上警车去医院找2个人，以他办案的经验来看，10有8九跟他们其中一个脱不了关系。警车走后，我转身面对江德富和赵翠兰，横眉冷对：“你们2个走不走？我不介意等下喊郑警官再盘查一下你们。”江德富瞬间脸色铁青，赵翠兰嚷嚷着说：“你不能这样，我可是你娘，你不能这么狠心。”我冷睨了他一眼，拿起手机做事要打电话：“喂，郑警官，麻烦您现在再折回来好吗？”我怀疑我话还没说完，江德富就黑着脸拉拽着赵翠兰走了。我见2人走了，便放下了没有通话的手机，我转过身，望着一直等着我放话的员工，挥手让他们收拾餐厅。同时我喊住店长，走到刚刚为我说话的人面前：“谢谢你们能帮我说话，等餐厅重新开张，欢迎你们来餐厅就餐，费用我来出。”几个路人面面相觑，眼中无一不闪过惊喜，没想到自己不过只是说了几句话，就能免费吃云开悦民餐厅，这老板人真是太好了。哎呀，老板真是太客气了。是啊，老板这气度，何愁不能日进斗金，生意兴隆。我笑着接受了接人的吹捧，随后告辞进了餐厅，望着我的背影，得了好处的人喜笑颜开的离开了。反观那些刚刚指责我的人，此时后悔的直跺脚，早知道刚刚就不张那个口了。第2天我就收到了警察局的传唤，因为损失较大，警察局分外重视，所以很快调查结果就出来了。警察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我只是想帮一下江怀瑾那对可怜的父母，你们就放过我吧。我家的孙子还在家等着我给他煮饭呢。我一踏进警局，就听见了孙怡的哀求声。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放火的会是孙怡。当初我刚来护士的时候，招来的第1个员工就是孙怡。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初孙怡对我苦苦哀求，老板就可怜可怜我吧。我被我丈夫赶出家门，再不找到工作就要饿死街头了。自己那时没什么经验，看孙怡衣衫褴褛，也是个可怜人，便让她去后厨帮忙。没想到自己一时的恻隐之心，会让自己损失了这么多钱。我隐约能理解孙怡到底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恶意，帮助多了，恩情就变成了仇恨。但是理解并不代表原谅，孙怡该受到的惩罚一点都不能少。面对郑警官是否调解的询问，我态度十分强硬，要么照价赔偿，要么就坐牢。我心里清楚，孙怡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因此她只有坐牢一条路。孙怡也清楚这一点，在警局内差点给我下跪求饶，然而我却无动于衷。孙怡见此路不通，转而向跟她一起求情的女儿开口招娣：“妈，求求你，给妈凑个5000吧，我年纪都这么大了，不想死在牢里啊。”吴招娣听见母亲这么声泪俱下的恳求自己，也是忍不住心软，可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不由面露为难。妈，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连500都拿不出来。孙怡见自己求了半天，女儿都没答应，不由破口大骂：“我要你有什么用？”吴招娣不由看向了自己的弟弟吴宝跟宝根：“啊，姐家里这没这么多钱，顶多只能拿出400块，你家情况好一些，800还是有，我们到时候再去求求亲戚，把这5000筹到，再把妈捞出来。”吴宝根还没开口，孙怡就一副暴怒的模样，面红耳赤的骂女儿：“我打死你个小贱人！宝根不许出钱，要出就让你姐出。吴招娣，我告诉你，你不管是磕头还是下跪，都得把这5000给我凑整了。”吴招娣闻言愣在原地，一颗心就像是被泡在冷水里，拔凉拔凉的。这么多年以来，她对于娘家一直是任劳任怨，每次跟丈夫吵架都是因为娘家，结果换来的是什么呢？她为家里付出了这么多，她娘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家里人，要不然她为什么不让儿子出1分钱，让这个钱全部由她出？吴招娣静静地盯着自己娘面目狰狞，怒斥自己的模样，整个人是前所未有的清醒。丈夫说的对，她娘根本就不是真心对她，从始至终他们都把她当成外人。吴招娣抹了一把脸，头也不回地
地走出警局，他决绝的声音从警局门口传来：“娘，我再也不管你了。”孙一傻眼了，反应过来以后又是一阵怒骂，骂得不堪入耳，惹得警察大声呵斥了他，他这才闭了嘴，将眼睛放到了吴宝根身上，可怜兮兮的开口：“宝根啊，你那黑心肝的姐姐不管娘了，你可一定要把娘捞出来啊！”吴宝根不耐烦地看着孙怡，张口就是：“你让我怎么凑5000块？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孩子娘每天千辛万苦，到现在连1000都没有，你让我拿什么救你？拿命啊！”孙怡傻眼地看着自己宠了半辈子的儿子，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反应过来儿子不想管自己后，孙怡哭嚎着开始打亲情牌：“儿啊，娘对你这么好，你可不能让娘一辈子都关在牢里啊！”吴宝根冷漠地转过身，朝警局外走去。反正我拿不出这么多钱，要是去找他们借钱救你，我的家又怎么办？钱那么钱，我们一家子还活不活了？你就当是为了我，为了杨洋，好好在牢里面待着吧。落下这句话，吴宝根就离开了警局。孙怡呆愣地看着心肝儿子的背影，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疼爱了他这么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忽然，他两眼一黑，受不了刺激，昏了过去。我冷眼看完这一出闹剧，这才望向郑警官。既然他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那就只能坐牢了。接下来的事就麻烦郑警官了。郑浩应下了，随即让人把孙怡抬去拘留室，等醒了以后再押去监狱。离开警察局，我走在大街上思索着，我没想到这件事居然是由江德富和赵翠兰搞出来的，不能再让他们两个在护士待下去了，再待下去还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样的事，得想个办法把他们赶回首都才是。我拧着眉头想了好一会，这才走到街边一个僻静的角落，从口袋拿出摩托罗拉，按下了一串号码。护士招待所，你说这白眼狼，我话都说到那份上了，还厚着脸皮不松口，而且连护士警察都使唤得动，那我们还怎么赖上他？赵翠兰愁眉苦脸的坐在床边上，江德富倚靠现在墙边，也是眉头紧锁，钱都花了，反正不能回首都，可是身上的钱不够了，最多只能让我们住到明天，再不让那个白眼狼认我们明天晚上就只能回去了。江德富闻言，脸色更是难看，一声不吭。房间里一时陷入沉默，半天，江德富才开口：“实在不行，我们明天就跟踪他，找到他家在哪里以后，我们直接住进去，我看他还能赶走我们不成？”第二天，江德富和赵翠兰一早就在云开月明餐厅守着人，然而他们没等到我，反而等来一群地痞流氓。你们两个就是江德富和赵翠兰？江德富有些畏惧的看着眼前看起来就不好惹的流氓头头，咽了一下口水：“是哥，你找我们有什么事？”赵翠兰则直接躲在江德富身后，头都不抬当鸵鸟。他哪里见过这场面，长这么大还没跟这种人接触过，真是太吓人了。流氓头头雷暴蔑视的上下扫着江德富，倏然不屑的笑了起来：“也没别的事，就是江怀瑾是我招的人，我管那么是他的谁，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江德富悄然捏紧了拳头，面上还是一副萎缩的模样。他懦弱开口：“好，我们马上就走。”雷暴见江德富和赵翠兰还愣在原地，表情一变，恶狠狠吼道：“还不赶紧滚！”江德富和赵翠兰都被吓了一跳，用最快的速度拔腿就跑。赵翠兰跑到一半还摔了一跤，江德富头也没回，直接跑远。赵翠兰忍痛站起来，什么都没说，接着跑走。他早就看清了江德富是个什么样的人，要不然他当初怎么会刚生下我就和他分开？两人前后跑到招待所，坐在房间里喘气，话还没说两句，楼下又传来了那个流氓头头的声音：“东西收拾好了，还不赶紧滚下来！”赵翠兰哆嗦了一下，连忙站起来收拾东西。这个流氓居然还会追上来盯着他们，一直到盯着江德富和赵翠兰到了火车站，雷暴才领着一帮兄弟走人。他受了我的嘱托来办事，怎么着也得给我办好才是，要不然他帮我这么大一个忙，而他却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面子往哪里搁？此时赵翠兰悄悄回头，看见人走了，这才在火车站前停下了脚。人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真的要回去吗？江德富此时一肚子气，把火撒在赵翠兰身上，怒吼道：“你问我他娘问谁？还不是你生的好儿子！”赵翠兰被吓到后，也不甘示弱的跟他吵起来，搞得好像不是你儿子一样。两人吵了好一会，忽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进他们耳朵：“你们两个就是江怀瑾的父母。”赵翠兰正在气头上，一边没好气的转头，一边说：“别跟我提那白眼狼。”话还没说完，就看见了问话的人，是一个穿着 V 领外翻花衬衫的男人，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遍布了骇人的纹身，比刚刚那一伙地痞流氓的吓人形象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翠兰的话戛然而止，连带着怒气的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位大哥，您有什么事？花衬衫的男人咧嘴一笑，像是鲨鱼亮出了嗜血的獠牙。看来你们就是江怀瑾的父母了，我有些事想找你们聊聊，跟我们走吧。江德富意识到眼前的男人比刚刚那流氓更危险，开口委婉拒绝：“这位大哥，我们要赶火车，实在是……”然而他还没说完，就见男人挥了挥手，他身后的手下迅速将两人围起来。江德富和赵翠兰弱小可怜又无助地看着他们，胆战心惊：“大哥，有话我们好好说。”花衬衫男人表情颇为无奈：“我也想好好说，奈何你们不配合，我也没办法。”江德富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连忙道：“配合，我们配合，我们现在就去聊。”赵翠兰也小鸡啄米斯地点了点头：“对。”花衬衫男人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拍了拍江德富的肩：“这才对嘛。”江德富紧张地看着他，心里止不住的发颤。花衬衫男人转过身，伸出食指和中指往前晃了2下：“我们走。”包围在江德富和赵翠兰身边的人瞬间动了起来，两人被他们裹挟着不得不往前走。没一会，他们的身影便消失在了火车站门口。我完全不知道这边发生的事情，此时我正在跟雷暴打电话。辛苦你了，小雷。雷暴不在意的笑了笑：“这有什么的？当时我弟弟街上走丢了，我魂都快吓到，要不是你，他现在都不知道会被拐到哪里去。跟这相比，小 case 啊。”雷暴的父亲是警察局局长，在街上基本横着走，平时没人敢惹，所以当初他才放心把弟弟带着一起出门。谁成想那一天街上来了个外地的人拐子，不长眼把小孩拐了。我莞尔一笑，我也没想到会有人拐子光天化日下还会拐小孩。两人又聊了2句便挂断了电话。我此时非常庆幸当初在街上阻止了人拐子，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要拿江德富和赵翠兰怎么办。而且尽管雷暴平时有些不着调，但是为人仗义，我这才求到了他头上。挂断电话后，我离开了家，来到了餐厅。此时餐厅的后厨已经被人清理干净了，全新的设备已经出现在了后厨，但有些换新的设备还要等明天才送到。我望着餐厅大厅摆放的损坏的设备，长长叹了口气。这些设备的使用寿命基本都在10年以上，现在还没用到5年，有些甚至1年不到就已经坏得不能用了，真是太可惜了。护士不知名烂尾楼，大哥，江怀瑾对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我们去找他，他还把我们赶出去，你就放过我们吧。是啊，他昨天还威胁我们说要让警察盘问我们，抓了我们真的威胁不到他。不信你去问不问云开月明餐厅总店的店员。江德富和赵翠兰跪在地上，一个劲的朝对面的一拨人磕头。
头，花衬衫手上的枪不断往上抛出，又接到手中，漫不经心的开口：“狗子，你去找人问一问。”彪子得了命令，马上离开烂尾楼。1个小时后，狗子回来了。虎哥，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个江怀瑾根本就不管他父母死活。虎哥面无表情地盯着江德富和赵翠兰，既然你们什么用都没有，我还留着你们干什么？说着，他抬起了枪对着他们。赵翠兰被吓得瘫软在地上，身下还流出了一股黄色的液体。虎哥眉头一皱，嫌恶地看着赵翠兰：“我最讨厌看人尿裤子了。”话音刚落，他就动了动食指，随着枪声砰的一声响起，赵翠兰瞬间倒在地上，再无声息。江德富浑身一抖，惊骇地盯着枪，头磕得砰砰响，更加卖力了。“哥哥，我不尿裤子，我有用，我有用，我能把江怀瑾引出来。”虎哥眉头一挑，收起了枪。“行，你要是把他引出来，我就放你走。”随后他转过身，懒洋洋地下命令把那女人给处理了。江德富眼睛不敢乱瞟，直勾勾地盯着水泥地，生怕看到赵翠兰的尸体。一阵脚步声响起，而后是拖动物体的声音，最后所有声音在他耳边逐渐远。江德富口水都不敢咽，除了烂尾楼内除了呼啸的风，只能听得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忽然，虎哥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起来，过来给我挡风。”江德富小心翼翼地站起来，用外套挡住呼啸的风，帮他点着烟。虎哥抽了一口香烟，满足地喟叹一声，这才开口：“说吧，你要怎么引江怀瑾出来？”江德富打量着虎哥的脸色，小心开口：“江怀瑾很在乎他爷爷，我打算用他爷爷的事引他出来。”虎哥眼睛一眯，又抽了一口烟。江德富忐忑地看着他，捏紧的手掌上全是汗。半晌，虎哥才开口：“可以，去吧。”江德富肩膀一松，连忙应声：“好，我这就去。”临近傍晚，夕阳如血一般红，我从餐厅出来就撞见了江德富。我拧着眉头停下脚步，他怎么还在这？雷暴不是说人已经去火车站了吗？还没等我做什么，江德富就已经开口了：“你知道你爷爷当初为什么去世吗？”我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你知道什么？”当初我从山坡滚下来，进了医院，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爷爷为了我的医疗费去了一趟江德富家里。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医院看见爷爷。等我出了院回家，就发现爷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床边站着陆婉宁。我接受不了一向健康的爷爷变成这样，哭着追问爷爷原因。爷爷当时虚弱地说：“怀瑾。”爷爷不想说，你也不要问。爷爷变成这样不后悔，只要你人没事就好。随后爷爷就喊陆婉宁靠近，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婉宁，我家怀瑾以后在这世上就没有亲人了，你们一定要俩好好的。”在陆婉宁答应之后，爷爷便永远闭上了眼睛。当时我受不了刺激，昏了过去。在醒来时，陆婉宁已经把爷爷下葬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不知道爷爷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是问陆婉宁，她也让我不要追究，都已经过去了。我以为我已经不再纠结了，可当江德富问我想不想知道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放下。江德富见我脸色难看没说话，便知道鱼已经上钩了。他转过身朝街尾走去，现在不是说话的地方，你跟我来我就告诉你。我盯着江德富的背影，半晌才迈开了脚步，转眼来到街尾，四周的人都消失了踪影。我望着江德富的背影，不耐烦起来。我刚要开口，就看他拐进了身旁的拐角，我拧着眉头跟着拐进去。下一秒，我停下了脚步，紧紧盯着眼前，心脏砰砰跳起来。眼前一群港式黑帮打扮的人呈一字排开，站到我面前。为首的纹身花衬衫男子对我露了个笑脸：“小子，请给我走一趟吧。”我的双手被反解在身后，紧张地跟着这群人走进了烂尾楼。此时楼内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直到几个小弟在这附近找了些干枯的树枝点起篝火，周围才的景物才映入我的眼中。我扫了一眼四周，忽然瞳孔一缩，死死地盯着地上已经干枯的黑色血迹。我一惊，顺着血迹往外看去，可是外头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我强装镇定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虎哥却不理我，拿出摩托罗拉打了个电话：“喂，孟启云，你男人现在在我手上，要想他活着，你马上来九龙寨城。”我瞬间明白自己这是被牵连，惹上了无妄之灾。虎哥把手机拿到我脸庞说句话，我不敢反抗：“孟启云，我在这。”孟启云有些焦急的声音马上从手机里头传过来：“你别动他，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往九龙寨城赶去。”虎哥冷哼一声：“你快点，不然我可不保证你男人会不会缺胳膊少腿。”挂断电话后，虎哥不再言语，江德富也不敢出声添麻烦，强压下不安，平静地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我看了一眼领头的男人，此时他脸上已经彻底没了表情，浑身上下泄露一股煞气，紧盯着我。他倏然开口：“这么久了，孟启云也该到九龙寨城了。”随即他拿起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说了什么。虎哥脸瞬间难看下来，他一把提起我的衣领，按下号码，把手机凑到我脸庞：“你来说，电话已接通。”我马上开口：“孟启云，他们准备对我动手了。”虎哥，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快到了。虎哥把手机放到耳边：“刚刚你这么说，我必须要给你点教训。我听说他是做饭的，你觉得我废他一个手指怎么样？”说着，他把手机外放到地上，一把拽过我的手，摁在地上，拿出枪抵着我的中指。我紧张的心脏快蹦出来了。孟启云，我数3秒钟，3秒后我开枪。我心里的防线彻底被击溃了，哭喊道：“你这样非法拘禁，伤人是犯法的。”然而虎哥嘴里却依旧在数着2，我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几乎是等待着死神的镰刀落下。3还没念完，一个我熟悉至极的声音忽然响起：“你已经被瞄准了，放下手里的武器。”虎哥抬眼才发现，原来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一束红外线瞄准了。他咒骂一句，松开了我的手腕。我惊愕抬头，只见一个全副武装的人不知何时潜伏到他们身边，是陆婉宁。我看着那道身影，心里是说不出的安定，居然是他来了。在虎哥一伙人都束手就擒，被关押上车后，陆婉宁这才走到了我的身边。她摘下了脸上的防具，担忧地打量着我：“你没受伤吧？”我摇了摇头，看着她道：“谢谢你。”陆婉宁一僵：“这是我应该做的，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陆婉宁再次僵住了，她要怎么说？难道要说她因为太想我，所以接了来护士的任务，只为了见我一面？结果刚好碰见我被人押走了。最终，陆婉宁还是如实告诉了我，她不想再因为自己不善言辞、沉默寡言而失去我。既然如此，还不如多说一点，因为太想你了，所以接了护士的任务来见你。不知为何，我愣住了，我也没想到这种话会在陆婉宁的口中说出来，这是我为数不多听到陆婉宁讲的情话，分外的打动人心。我抬头凝视着这陆婉宁黑沉的眼睛，忽然开口：“你有这么爱我吗？”陆婉宁眉头一皱，毫不迟疑：“有。”我抬头轻声开口：“那你要不要试试追我？”陆婉宁迟疑地看着我，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追我，我会答应吗？思及此，陆婉宁捏紧了拳头，声音中难言激动：“要试试，就算他不知道怎么追，但是他可以学，只要怀瑾不抗拒他就知足了。我劫后余生，就当是救我一命，他自己换来的一次机会吧。”经过了这一次之后，我发现无论什么事，在生死面前
人都尤为渺小，人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迎接死亡。我能做到的，也只有让自己活着的时候不留遗憾。而且也是在陆婉宁出现的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自己对她的好感从未消失。既然如此，何不给她一个机会？1年后，护士摩天轮上，陆婉宁将我抱入怀中，眼中的满足几乎要从眼里溢出来。就在刚刚，怀瑾终于答应了她的表白。我看着她说：“其实我们上次结婚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对我好，只是因为爷爷的恩情。”陆婉宁笑脸一僵，马上开口解释：“怎么可能？我在那之间就喜欢你了。”我很是疑惑，什么时候的事？你还记得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那个时候你才16岁。我想了想，恍然片刻，当时爷爷退伍了有几年了。陆婉宁经过我们家，顺道拜访一下爷爷。当时我躲在爷爷身后，偷偷看着眼前那个比我大2、3岁却成熟很多的姐姐，满心的好奇。我有些纳闷，当时我就躲在爷爷身后，脸都没露几下。你是怎么喜欢上我的？在那之前，当时我去你爷爷家的路上，你就在路边拿着一个蒲公英在那吹，阳光刚好照在你脸上，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当时我还没住院，没吃药，更那么胖。我不再看他，嘴角轻扬，你那么早喜欢我，干什么不早说？搞得我还以为你一直喜欢那个宋淮安。陆婉宁这次莫名其妙的话比从前多了很多，我以前不喜欢说那么多。虽然像现在除了面对我，其他时候话也不多。我想起以前的那些事，还是有些心酸。我佯装冷漠的样子，看着他，那你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机会就只有这一次。陆婉宁牵住我的手，点头严肃道：“我知道了，你以后不要这么说。”我意识到可能是自己之前的那些绝情的话伤到了陆婉宁，连忙伸手抱住她，哄她：“好，我知道了，只要你别像以前那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陆婉宁将我抱紧，沉沉的嗯了一声，黑眸里满是深情。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给我离开的机会。我们将会携手走过漫漫余生。